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虾星人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虚拟世界论证是错的吗？我们上一期大问题节目呢，介绍了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 Nick Bostrom 做出的虚拟世界论证。Bostrom 以一种数学计算的方式算出来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概率大于 99.9999999 啊，好多个9。Bostrom 的论证呢，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概述的话，就说呢，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在理论上是可以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话，那我们几乎肯定就是生活在计算机模拟的虚拟世界中的。Bostrom 论证的前提呢，就是基于对人的意识和计算机科学在现实层面的考察，认为只要在未来计算机算力足够大，那么像我们这个复杂程度的世界啊，以及其中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啊，就是可以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Bostrom 的论证最终得出的结论呢，是一个3元吸取式，也就是以下3个命题中必然有一个为真。命题1是人类文明几乎必然会在发展到后人类文明之前就灭绝了。命题2是几乎所有后人类文明中的人类都不愿意开发虚拟世界。命题3是我们几乎肯定就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这3个命题中必然有一个为真。这个3元吸取式也就是说啊，如果人类未来有能力且有意愿开发虚拟世界的话，那我们几乎就可以断定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当然啊 Bostrom 的论证是算了一个数学题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顾上一期，这个计算过程我们这一期就不重复了呀。强烈建议各位观众朋友啊，先使用上一期节目，然后再来看本期节目啊。当然不看上一期的话，本期也能看懂啊，但就会少了那么点意思嘛。总之呢 Bostrom 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非常雄辩，众多学者表示 Bostrom 的这个论证是无懈可击的。就连伊隆马斯克呢也为 Bostrom 的这个论证点了赞。马斯克也认为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概率不到几十亿分之一啊。虽然呢这个 Bostrom 的这个论证呢非常雄辩吧，但总感觉啊和我们的直觉相悖，对吧？我怎么可能是一个被模拟出来的 NPC 呢？我总感觉自己生活这个世界啊很真实啊，我总感觉自己啊也挺活生生的呀。但是呢，那就算把我们的 CPU 干烧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反驳 Bostrom 的论证。别担心，其实啊已经有哲学家批评过 Bostrom 的论证了。那么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就来介绍3种对 Bostrom 的虚拟世界论证的批评方案。它们分别是 G.E. 摩尔主张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就是真实的，乔纳森·伯奇主张的 Bostrom 的论证啊是有毛病的，以及大卫·查尔摩斯主张的我们这个世界啊虽然是虚拟的，但也是真实的。介绍完这3种批评方案以后呢，最终你来评一评他们有没有成功反驳掉 Bostrom 的论证。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摩尔出场。这个 G.E. 摩尔呢是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当然了，摩尔是没有直接回应过 Bostrom 的虚拟世界论证的。但是呢，摩尔有一套摩尔主义的哲学思想，号称是能够对付包括 Bostrom 的论证在内的一切怀疑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的怀疑论的。摩尔对怀疑论的反驳呢，也是通过一个论证来进行的啊。这个论证非常有名啊，叫做双手论证啊。我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第1期讲缸中之脑那期的时候啊，就跟大家介绍过摩尔的这个双手论证啊。我们这里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摩尔论证说，那这是一只手啊，说着摩尔伸出了一只手。摩尔接着说，那这是另外一只手，同时呢，摩尔伸出了另一只手，然后摩尔说，我的手肯定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世界肯定就是真实存在的呀，所以我不是 NPC。 论证完毕。你听了摩尔的这个论证，是不是感觉有点懵啊？很多学者对摩尔的论证的反应也都是有点懵，就这个论证啊跟闹着玩似的。人家 Bostrom 那么认认真真的逻辑严密的做出了虚拟世界论证，你摩尔3两句老百姓的大白话就跟人家反驳掉了。怀疑论真的能这么轻松就能反驳掉的吗？而且啊，你摩尔的这个论证啊，根本也没跟人家怀疑论对上话呀。你这个论证啊，更像是一种自说自话啊。就人家怀疑论者对你说呢，你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被虚拟出来的，而你摩尔对此的反驳却是我不管，反正我觉得我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就是真实存在的。其实话说回来啊，我们要知道啊，摩尔为他的哲学打出过一个招牌，叫做捍卫常识。摩尔认为呢，我们要捍卫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身体和这个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呀，这就够了呀。这些常识是自明的，是不需要去证明就应当接受的，这才是健康的哲学态度，对不对？而不是像 Bostrom 等怀疑论者那样费了半天劲啊，又是什么心灵的功能主义啊，又什么计算机算力的来论证出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假的，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摩尔的这个意思呢，确实也挺明确的，而且呢也很接地气。
但是呢，就是以摩尔作为一个哲学家而言，那这样的论证毕竟太不哲学，太大白话了，对不对？后世很多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就觉得摩尔的这个论证啊有待改进，对吧？毕竟摩尔老师也是咱分析哲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啊，摩尔的这个论证也太不分析了。后世的分析哲学家得给摩尔的论证整出点分析哲学味儿，于是就有了新摩尔主义。这个新摩尔主义的论证是这样的：命题一是我知道我是真实存在的，当我是真实存在的这条信念是安全的。命题二是我是真实存在的这条信念是安全的。那么由命题一以及命题二，我们就得出了命题三我知道我是真实存在的。论证完毕。你一听新摩尔主义的这个论证啊，怎么感觉还是跟摩尔主义没什么区别啊？还是在自说自话啊？不一样哦，新摩尔主义和原来的摩尔主义啊，多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当这条信念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呢，新摩尔主义者啊，为我们对常识的信念添加了一个考察的原则，叫做安全性原则。就是摩尔老师啊，觉得我们的常识信念就是值得相信的，而新摩尔主义者呢，添加了一条标准，就是这个常识信念啊，如果是符合安全性原则的，它就是安全的，那么它就是值得我们相信的。那什么样的信念才是安全的呢？在这里呢，新摩尔主义者采用了可能世界这个概念啊，这是一个逻辑学里面常用的概念啊。简单说呢，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信念是安全的啊，是指它在邻近的一系列可能世界里面都是真的，那么它就是安全的，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接受它了啊。就比如说呢，今天北京下雨了啊，这是我的一个信念啊。你说不一定哦，在邻近的一个可能的平行世界里面啊，今天的北京并没有下雨。为什么说是邻近的呢？就是其他情况都没变，我还是那个我，北京还是那个北京，所以很邻近嘛，只是变了其中一个变量，就是北京没下雨。所以说北京下雨的这个信念啊，你说是不安全的啊，这个我认了，因为确实北京可能不下雨嘛。但是我说我是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真人，你说不一定哦，在一个可能的平行世界里面啊，你有可能是一个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 NPC， 那这个我就不认了。我会说我是真人这个信念啊，它就是安全的，因为这个信念啊，在与我邻近的一系列可能世界里面都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那个我是 NPC 的可能世界啊，一点都不临近啊，它离我太远太远了。它要改的设定啊，不单单是北京下没下雨啊，它要把大部分甚至所有设定都改了，才会有这么一个可能世界啊，对吧？简单说就是你说的这种可能性啊，在逻辑上虽然是成立的，但这在现实层面考虑起来啊，可能性太小太小了，小到不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一旦我们面临是否要相信这种极小可能性的时候啊，我们只需要像摩尔老师那样高举起我们的双手，相信我们的双手和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常识，这样就够了。这就是新摩尔主义者对 Bostrom 这样的怀疑论者的反驳。你觉得这样的反驳成功了吗？当然或许还是会有人觉得啊，新摩尔主义还是摆脱不了摩尔主义的自说自话的立场，就是没有正面回应人家怀疑论嘛。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乔拉森·伯奇，就是对 Bostrom 的虚拟世界论证采取了一种正面刚的立场了。好，接下来有请伯奇出场。对于 Bostrom 的论证的批评呢，如果说摩尔的批评是我不管你，反正我就是对的，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乔纳森·伯奇的批评就是你 Bostrom 的论证是有毛病的。当然了，伯奇认为 Bostrom 的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你只要认可了他的前提，他的论证就是无敌的。所以呢，伯奇对 Bostrom 论证的攻击呢，就集中在他的前提之上。这个伯奇倒不是认为 Bostrom 的论证的前提就是错的，而是说呢，Bostrom 的前提的选取隐含了一个双标，而这个双标就很奇怪。隐含了什么样的双标呢？伯奇认为虚拟世界论证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我们把这两个前提叫做 P1 和 P2 P1 就是我有关于计算机能够模拟世界的科学知识， P2 就是我没有关于自己是否是活在虚拟世界中的任何知识。而伯奇就问你不觉得这两个前提很不对称，很双标吗？我确定的知道，只要算力足够大，计算机就是能够模拟世界的我对这些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物理学的知识我非常熟悉。但是呢，我却对自己是不是个 NPC 完全无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 NPC。那我这知识掌握的也太不对称了吧？我这偏科偏的也太严重了吧？对吧？这个前提的选取就很奇怪。这就是伯奇对虚拟世界论证的批评。当然了，这大白话一说很轻巧就像人家 Bostrom 的虚拟世界论证也可以用一句大白话就说完了。但是呢，毕竟哲学论证的魅力在于它的逻辑推导的过程，所以同理呢，关于伯奇的这个批评呢，我们也得展开说说他批评的逻辑推理的过程你们来评一评他是否成功的反驳掉了虚拟世界论证。
好，我们回到 P1 和 P2，伯奇认为啊，这两个前提之间啊是有张力的。那为了方便考察呢，伯奇又添加了一个前提 P3，P3 就是我对于计算机能够模拟世界的科学知识，以及自己是否活在虚拟世界中的知识啊，掌握的差不多啊。简单说就是我对这两种知识啊不那么偏科嘛。大家会发现啊，这个 P1、P2、P3 啊，在逻辑上是不能同时为真的，对不对？那要做出虚拟世界论证的话，你 Bostrom 啊必须放弃其中一个前提。那究竟放弃哪个呢？下面伯奇就领着我们啊逐一来考察。我们先来看看啊，能不能放弃 P2？放弃 P2 这意思就是说呢，我可以同时确定两件事情。第一，后人类文明通过强大的算力是能够开发出虚拟世界的啊，这其实就是 P1 嘛。然后第二呢，我对我自己是不是 NPC 啊，是有很多很多知识的呀。你甭管这个知识怎么来的吧，也可以理解为就像摩尔说的那样的信念啊，就是我非常强烈的相信我有两只手，所以呢，我就是个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真人。那你 Bostrom 要同时承认这两点的话，你的论证就很没意思了呀。就是说呢，虽然你的论证啊依然在逻辑上可以得出那个三元吸取式啊，就是说呢如果人类未来有能力且有意愿开发虚拟世界，那么现在就会存在近乎无数多个虚拟世界。但是呢，这些虚拟世界啊，都与我无关啊，我肯定不是 NPC 啊，因为放弃了 P2 了嘛，我对自己是不是 NPC 是有很多很多知识的。好，那么既然 P2 不能放弃，我们现在看看 Bostrom 能不能放弃 P1。那如果放弃 P1，就是说呢，我对计算机能否模拟出一个虚拟世界啊是不确定的。那这样的话 Bostrom 的整个论证都崩塌了，对吧？我都不知道计算机能不能模拟出个虚拟世界，那还论证个啥呢？但是呢，也有人指出啊，就是即便放弃了 P1 啊，Bostrom 的论证还是能够进行下去的啊，就是给他原来得出的三元吸取式啊，再加一元，变成一个四元吸取式，也就是再加一个结论选项，就是 Sim 就是放弃了 P1 这个前提啊，依然能够成立的一个虚拟世界的结论。就是说呢，即便我不知道啊，我是不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但我就是被模拟出来的啊，这个四元吸取啊，在逻辑上依然是成立的啊。但是呢，这个 Sim 啊，它就很麻烦，就是你不确定自己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你有可能是被一个邪恶科学家泡在盛满营养液的缸里面的缸中之脑，对不对？你有可能啊是被一个大神发功发出来的虚拟人，都有可能，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 Bostrom 的论证啊，顿时就从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哲学论证，画风顿时就变成了一个玄幻片了，对吧？我们之前觉得你 Bostrom 的论证啊，之所以有说服力啊，就是因为啊，你的前提是建立在对人的意识和计算机科学的现实的考察的基础之上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说现在我有可能是被大神发功发出来的，那虽然这个玄幻片的设定啊，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呀，但顿时就会使得 Bostrom 的论证失去魅力。所以为了保证论证的合理性啊 ，P1 也是不能放弃的。所以逻辑上，如果 P1 和 P2 都不能放弃的话 ，Bostrom 就只能放弃 P3 了。也就是说呢，为了论证能够进行下去啊，Bostrom 只能放弃做到不偏科，只能采取一种双标的前提，就是我对科学知识非常熟悉，但我对自己是不是 NPC 完全无知。但是这就说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了，伯奇就认为啊，这种双标式的前提啊就很奇怪，就陷入了一种选择性的怀疑论。就是虽然这种双标在逻辑上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呢，一个人偏科偏成这样，很违反我们的直觉啊。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有偏科偏成这样的人，对不对？当然，关于这一点呢 ，Bostrom 可以回应说啊，就是我的论证啊，已经预设了计算机的机制中立性，也就是说呢，计算机的计算过程啊是机制中立的，是可以独立于物质机制的。就是哪怕这个世界是假的，是被模拟出来的，但发生在其中的计算过程是切切实实的呀。计算过程啊，跟发生在哪儿没关系。发生在真实物理世界中的计算啊是2+3等于5，那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虚拟计算机中的计算呢，那也是2+3等于5啊。计算啊是可以做到跨世界而普世的，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双标啊，就一点儿奇怪啊。我们对于计算机知识的确定性啊，它就是可以高于我们对身处世界真实性的确定性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伯奇对此的回应是啊，就是物理机制变了，那计算也就变了呀。首先啊，这个算力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在真实世界里面啊，用的是晶体管材质 CPU 的计算机啊，而在模拟出来的世界中啊，根本就没有硅这个材质，他们用的是黄铜和齿轮做运算器的差分机，那这两个世界的算力能同日而语吗？而且啊，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物理规律啊，很可能就和真实世界里面的完全不一样。比方说这个万有引力公式啊，是倒过来写的，那么连物理规律都不一样呢，你怎么能说计算过程还是一样的呢？对不对？这个物理学是比计算机更底层的科学啊，那物理学都变了，那计算机科学完全就变了呀。但是呢 Bostrom 这时候啊，还可以提出一点来说明我们对计算机知识的确定性要高于我们对所在世界是否是虚拟的确定性啊。那就是啊，我所在的这个世界，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世界的计算机的算力啊，要小于等于真实世界。
哎，为什么要小于等于呢？就是要么啊，我这个世界是虚拟的，那么我这个世界的算力啊，肯定是要小于上层的真实世界的算力的，对吧？那母世界的算力肯定要高于子世界，那母世界才好模拟子世界嘛。要么呢，我的这个世界啊，就是那个真实的世界，那么这就是小于等于里面的等于的，就是我自己等于我自己嘛。总而言之呢，就是我所在的这个世界的计算机算力水平必定是所有世界里面的水平的下限。这条关于计算机算力的知识啊，无论我身处的是真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是确定的知道的。这也说明我对计算机算力知识的确定性啊，是要高于我对所在世界真实性的确定性的嘛。但波奇回应，子世界的算力必定要小于母世界吗？你这可不一定哦，子世界的算力啊，完全可以大于母世界啊。可能你很难想象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这么想啊，就你想啊，我们的科幻作家既然能够创造出一个比我们这个文明更先进的文明啊，就比如说能创造出一个漫威宇宙，那我们用计算机模拟世界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模拟个大的呢？也模拟出一个漫威宇宙那样的世界啊，这个漫威宇宙世界里面的超级计算机特别厉害，比我们这个世界的计算机算力更大，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呀。当然，我们最后说回来啊，伯奇并不是说 Bostrom 的虚拟世界论证啊完全就是错的，而是说呢，他的论证是建立在一个很奇怪的前提选取之上的，这个前提很双标、很偏科，并不能说这种前提的预设啊，它就是不可能的。在某种场景中啊 ，Bostrom 的这个前提预设啊也是有可能的。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我们设想啊，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爱因斯坦啊，为什么设定是爱因斯坦呢？就是他对物理学的知识啊非常熟悉。但是呢，这两个爱因斯坦呢，一个是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爱因斯坦，另一个呢是完全模拟真实世界中的爱因斯坦的，活在缸中之脑世界中的爱因斯坦。他们俩的主观体验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完全无法区分自己到底是真实的爱因斯坦还是缸中之脑的爱因斯坦啊，这就满足了 P2 嘛。但由于他俩呢都是聪明的爱因斯坦，所以无论是真实的爱因斯坦还是缸中之脑的爱因斯坦，他俩都能确定的知道E等于 mc 平方，也就是他们俩的物理学知识呢都是非常确定的，这就满足了 P1 了嘛。波奇认为，除非是在这种特别奇怪的情形下 ，Bostrom 的论证是有效的。但这个场景设定也太奇怪了吧！你的这个论证的前提如果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奇怪的设定之上的话，那你这个论证的成本也太大了吧？好，这就是伯奇对虚拟世界论证的批评。你觉得他的这个批评成功的反驳了虚拟世界论证了吗？好，介绍完伯奇的批评，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查尔默斯的批评。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真实世界”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对于 Bostrom 的论证的批评呢，如果说摩尔的批评是我不管你，反正我就是对的，而伯奇的批评是你 Bostrom 的论证是有毛病的，那么现在要出场的大卫查尔默斯的批评就是，就算你 Bostrom 是对的，咱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嘛。即便我们承认我们就是活在虚拟世界之中，但这种虚拟世界也有一种真实性。查尔默斯首先承认就是我们无法从逻辑上去证明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不是被模拟出来的。所以查尔默斯认为之前对 Bostrom 论证的批评都没法完全就证明 Bostrom 的论证就是错的，顶多呢也就是做到像新摩尔主义者和伯奇说的那样，就是说 Bostrom 的论证的前提预设好奇怪虽然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太奇怪了，奇怪到你这个论证的成本太高了。对 Bostrom 论证的批评顶多也就是做到这儿了。所以呢，查尔默斯他并不反对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被模拟出来的，甚至呢，他还认为从逻辑上讲我们这个世界是被我们这个时空之外的智能所创造的，这从逻辑上讲是更说得通的当然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之前有一期讲上帝存在证明的大问题节目反正查尔默斯也是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完全是可以被模拟出来的，就像 Bostrom 论证的那样，这没什么问题。而查尔默斯对 Bostrom 的批评另辟蹊径的地方在于，就是即便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被模拟的，但它依然是真实的。这怎么说呢？怎么虚拟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真实的世界呢？
查尔默斯在这里区分了2种实在性，一种是物理的实在性，另一种呢是比特的实在性啊。什么叫物理的实在性呢？就是现在主流的科学抱持的一种世界的真实性取决于物理实体的真实性的观念啊。就说呢，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物质呢又分好多层啊。我们人类啊、动物啊这种生物呢，是由生物学里面的器官啊、细胞啊这些生物组织构成的，而这些生物组织呢往下还原一层，又是建立在化学过程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个化学过程再往下还原到最底层啊，就是由像原子啊、电子啊、夸克啊这些最基本的物理粒子构成的啦。所谓的物理实在性，就是说呢，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就取决于这些最基本的物理粒子的真实性。但是呢，这个比特实在性就是说呢，这些物理粒子啊，其实还不是最真实的存在。这些原子啊、电子啊、夸克啊，再往下还原就是比特啊，也就是一种计算过程，也就是10011010，也就是代码，就是算法。这个比特的实在性或者计算的实在性啊，它也是一种实在性啊，对吧？你开发出来一款电脑游戏，你为此写的代码，你只要不删库跑路，代码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呀。这个游戏架构和游戏规则定好了，那它就是一款实实在在的游戏啊。你必须是打了怪才能升级啊，你作为玩家也不能随便修改游戏设定啊，对不对？所以在查尔默斯看来啊，我们这个世界啊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呀。那你听了这种比特实在性啊，可能还是会觉得，那我们这个世界啊，毕竟是被其他智能用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呀，那它还不够真实啊。至少呢，那个模拟我们世界的文明啊，那比我们更真实啊。这就好像呢，我们在一台超级计算机里面模拟了一场暴风雨啊，这台超级计算机的算力特别强大，暴风雨的每一粒水珠啊，都模拟的特别逼真啊，符合了运动力学、流体力学的各种物理规律啊，看起来就和真实世界里面的暴风雨一模一样。但是它毕竟还是模拟的暴风雨啊，模拟的暴风雨并不能把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电脑打湿。但是查尔默斯就问了，模拟的暴风雨虽然不会把你的电脑打湿，但是它能打湿它所在的模拟世界里面的电脑啊。模拟的东西的真实性啊，并不在于它能影响所谓的真实世界，模拟的东西的真实性体现在它能影响模拟世界里面的东西。只要模拟世界里面的人吃下了模拟出来的馒头，他真的就吃饱了，那么这个模拟世界里面的馒头对于这个模拟世界里面的人就是真实的馒头。所以在查尔默斯看来啊，事物的真实性啊，并不取决于它是由什么原子啊、分子啊构成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个组成事物的原子和分子之间的排列方式，或者说事物的真实性取决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结构。所以呢，查尔默斯啊，其实和巴斯特姆一样啊，都秉持着一种功能主义，就事物的实在性取决于它起到了什么样的功能状态。比如说，什么是钟表？能显示时间的就是钟表。什么是笑话？能把人逗笑的就是笑话。什么是吹风机？能把头发吹干的就是吹风机。什么是馒头？能让人吃饱的就是馒头。什么是爱人？能和我相爱的就是爱人。事物的实在性并不在于它是由什么分子、原子、夸克构成的，而在于它履行了什么样的功能。所以就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那只要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虚拟吹风机能够吹干我的虚拟头发，只要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虚拟馒头能够填饱我的虚拟胃，只要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虚拟老板能够我这个虚拟打工人发虚拟工资，只要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虚拟爱人能和我这个 NPC 谈恋爱，那么我们这个虚拟世界也就具有了它的真实性。那我这个 NPC 还是可以在这个虽然是虚拟的但又是真实的世界里面，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论证完毕。所以总结一下查尔默斯的批评啊，其实啊，查尔默斯这也不算是一种典型的批评呢，他就认为啊，即便巴斯特姆的论证是对的，我们就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之中，这也没问题。只不过呢，查尔默斯对真实性、实在性 （reality） 有着不同的看法。好，介绍完查尔默斯的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批评虚拟世界论证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研讨会的总结啊，其实很简单。Bostrom 做出了一个虚拟世界论证啊，逻辑严密，非常雄辩，很难反驳。那摩尔就批评说啊，我不管你是怎么论证啊，反正我凭直觉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而伯希就说呢，Bostrom 这个论证啊有毛病啊，虽然不能说这个论证完全就错了，但是呢，它的前提的选取啊，你就很奇怪。而查尔默斯就说了，其实我们在道理上啊，就没法证明我们不是活在虚拟世界之中的。但这又怎样呢？只要我们在这款游戏里面啊，彼此认为都是真实的，那我们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关于这3位哲学家对 Bostrom 的虚拟世界论证的批评，你认为谁说的更有道理？他们成功的反驳了虚拟世界论证了吗？或者有没有你认为更好的对虚拟世界论证的批评？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